我国正在研制隐身轰炸机的消息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那么我国的隐轰和美军 B2 轰炸机相比，谁能更胜一筹呢？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伴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发展，歼20、运20、直20，伴随着20家族成员的不断登场，大家简直是心急如焚。那么我们急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急着见20家族当中最神秘的那位选手，我国的新一代隐身轰炸机。这位神秘的选手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如果隐轰首飞成功，那么与美国的 B2 相比之下，两者谁会更胜一筹呢？虽然说一直以来都蒙着面纱，但是按照推断来说，轰20的外形也是十分的科幻，因为它很有可能采用的是一身融合式布局。这种布局不仅气动性能良好，突防能力很强，而且载油量更多，十分适合远程飞行。除了美国的 B2 之外，当下世界各国的最新式的无人攻击机也基本上都采用了相类似的布局。如今我国已经研制成功了飞翼式布局的无人机，为新型隐轰改良气动布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到那个时候，新隐轰很可能会有更加前深的机头，以扩大弹仓，拉长机身，提升巡航速度。相比于 B2 来说， B2 再怎么说也是30年之前的产物了，我国的新隐轰肯定会比它强。首先从电子设备上来讲， B2 现在虽然是世界上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隐身轰炸机，但是在航电系统上来看，还是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而在这30年的时间当中，机载航电系统日新月异，脱胎换骨。我们也凭借在电子工业、信息技术领域的快速崛起，航电系统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在这其中，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歼20的航电系统远远比 F-22 要先进很多。F-22 并不能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共享，是一定意义上的信息孤岛。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领域上的后发优势取得的一定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隐轰，其航电系统超过已经诞生30多年的 B2， 这也是肯定的事。其次，从气动布局的角度来说， B2 采用的是飞翼构型，虽然说隐身性能相对优秀，但是整个结构都用来产生升力了，受力结构设计不好，气动控制力臂比较短。而新型隐轰采用一身融合体设计，在外观上来看和飞翼很像，但是在结构上是有明显的机体的，只不过机翼与机体高度融合，看起来就像是飞翼一样。这样做可以降低气动摩擦阻力，使气动效率接近飞翼。最后，从载弹量上来看，我国的新型隐轰也未必需要达到 B2 那种22吨的载弹量。现在毕竟也不需要去执行像以前一样的炸弹卡车任务了，讲究的是更加精准的打击。其次则是需求问题。当年的 B2 隐身轰炸机最重要的一个研制需求是让 B2 独立深入苏联领空，依靠自身的隐身能力优势，在防守严密的苏联陆基洲际导弹活动区域徘徊，猎杀对方导弹发射车。这样的长途飞行和巡逻任务，没有大航程是不行的。其次是需要执行战略核威慑任务，目前也是为了攻击苏联本土，这往返2万公里的航程也导致了 B2 巨大的体型。但是我国的轰20不一样，我国奉行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这是我国的庄严承诺。因此这种空击核力量的威慑游戏对我国来说根本不需要，真有那么一天直接上洲际弹道导弹就完了。我国的对手绝不止一个美国，甚至目前来看主要不是美国，而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地区国家和美国盟友。在比核威慑更重要的常规作战中，需要隐身轰炸机发挥投掷能力优势，摧毁其指挥所、机场、港口等战役节点目标，这都是很大很现实的需求。
而这些需求也并不需要轰20拥有 B2 的航程，作战半径有6000公里差不多就足够。因此，我国新型隐轰的设计思路应该和美国新一代的 B-21 隐身轰炸机差不多，具备更加完善的隐身能力和略大航程，同时无需过于追求大载弹量。主选武器也应是小巧的精确制导炸弹，具备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配合着隐身和大航程飞行能力，这样也有利于降低轰20的制造成本，能够装备更多的数量，而不像 B2 这种由于价格过高导致只能买20架聊胜于无的情况。